近期，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2024年财报中正式披露了一个让市场震惊的决定，大致内容就是，巴菲特在2023年第二季度悄然减持了苹果公司超过130亿美元的股票，同时增持了日本5大商社的持股比例。这一操作如同一记重锤，瞬间在全球投资圈引发热议。普通投资者在社交媒体上纷纷猜测股神是否对科技股失去信心，而华尔街分析师却将此视为对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前瞻布局。交易公布后，市场反应出现明显分化，科技股短暂承压，而与大宗商品相关的资产却悄然走强。更值得玩味的是，就在巴菲特减持苹果的同时，他却大举增持了能源公司西方石油，并将持股比例提高到近25%。巴菲特的长期合作伙伴查理·芒格曾公开表示，这些调整与其说是对个股的判断，不如说是对全球资源配置格局的重新思考。当普通投资者还在讨论个股涨跌时，真正的大玩家已经在全球资产配置的棋盘上布局未来10年的资源争夺战。谁能更早洞察这种宏观趋势，谁就能在资产重估中抢占先机。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核心。这绝非孤立现象。2021年初比特币暴涨前夕，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已经通过其全球情报网络获取了多家主权财富基金对加密资产的配置计划。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疫情爆发前，早已通过盖茨基金会的全球卫生监测系统，预判了全球供应链的中断风险，提前调整了投资组合。甚至连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2022年启动愿景2030计划前，其投资团队已经与全球顶级咨询公司签署了保密协议，获取了未来能源转型的关键路径图。顶级富豪的每一个重大决策都建立在普通人无法触及的信息金字塔上。黄金人脉层，索罗斯能与欧洲央行官员私下交流，提前洞悉政策底牌；巴菲特能从财长口中确认高盛的救市计划，保尔森则通过投行高层设计 CDS 产品。这些人脉资源构筑了富豪的第一道信息壁垒。普通人呢？我们的社交圈多是同事、亲友，聊的是日常琐事，先有机会接触权力核心或行业内幕。数据黑箱层，富豪能获取卫星监控数据、行业内部报告，甚至暗持交易动态。例如，保尔森的团队能拿到次级贷款的违约率数据，而普通人只能看到新闻里的房价指数。这种数据差异不仅是数量的差距，更是质的鸿沟。当你在看财经头条时，富豪已通过专属数据库分析市场脉动。认知模型层，富豪运用 AI 算法预测风险，用历史周期推演趋势。巴菲特的长期主义源于他对经济周期的洞察，索罗斯则擅长从混乱中发现规律。普通人却往往缺乏这种高维认知工具，我们的决策更多基于直觉或二手信息，难以跳出短期波动的陷阱。当你还在刷着财经看分析师预测时，全球顶级富豪已经通过私人情报网络掌握了下一个季度的经济数据走向。更可怕的是，这种信息差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普通人获取的财经资讯，本质上只是富豪们决策后的市场反应。2022年美联储加息前3个月，摩根大通的高管们已经通过华盛顿关系网获得了美联储内部对通胀走势的真实看法。欧佩克减产决定公布前，沙特主权基金的交易员早已在能源期货市场布局完毕。中国新能源政策出台前，相关企业的战略投资者已经在关键矿产资源上完成了卡位。巴菲特的投资调整不过是揭开了这场信息战的冰山一角。未来的财富分配本质是信息获取与处理能力的竞争。当大众还在消化二手信息时，
顶级玩家已经用私人卫星监测全球港口吞吐量，用专属 AI 分析政策文件的细微变化，用顶级人脉网络获取决策层的真实意图。这种信息差的现实残酷在于，它不仅是静态的差距，更是动态的扩大。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算法加剧了这一趋势。你刷短视频时，平台根据你的喜好推送娱乐内容，让你陷入数据茧房，与财富相关的信息越来越远。例如，我有个朋友沉迷明星八卦，每天花2小时刷抖音，却从不关注财经新闻。几年下来，他对股市一无所知，错过了新能源板块的暴涨。反观富豪，他们的团队用 AI 筛选全球数据，用卫星监测供应链，甚至通过暗网交易情报。当你在看搞笑视频时，他们在分析港口吞吐量。更令人无奈的是，普通人的信息来源往往是富豪决策的滞后投影。以2020年疫情为例，当股市暴跌时，黑石集团已通过华盛顿的人脉提前得知纾困计划，低位抄底不良资产，而普通散户看到新闻才反应过来，却已错过最佳时机。类似的，中国房地产调控前，顶级房企高管早在闭门会议中达成共识，提前调整布局，而我们只能在政策公布后感慨又晚了一步。最可怕的是，这种差距正呈指数级扩大。富豪的资源让他们能雇佣顶尖团队，购买昂贵数据库，甚至影响政策走向。例如，贝莱德集团通过与政府合作，提前布局低碳经济，而普通人还在为油价上涨抱怨。信息差异不仅是财富的放大器，更是阶层固化的加速器。你听说过吉姆·西蒙斯吗？这位数学家创立的文艺复兴科技基金可是华尔街的传奇。他们不靠内幕消息，而是通过超级计算机和数学模型，从海量数据中发现普通人看不见的模式。在2008年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当大多数对冲基金亏损惨重，西蒙斯的旗舰基金却赚了80%的回报。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模型比任何人都早发现了市场异常信号，提前做出了正确决策。这就是顶级信息处理能力的威力。再看看传奇投资人保罗·都铎·琼斯，他创立的都铎投资公司不仅有一支遍布全球的情报团队，还建立了一套独特的宏观经济指标体系，能够提前感知经济周期的转折点。1987年股灾前夕，他准确预判了市场崩盘，在黑色星期一当天赚了超过100%的回报，而普通投资者还在懵懂中被市场碾压。都铎曾在一次私人演讲中透露，他的团队每天要处理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的实时经济数据和市场信息，这些数据有些甚至是通过私人渠道获取的，不对外公开的一手资料。还有对冲基金大佬雷达里奥，他的桥水基金拥有一个被称为 Daily Observations 的每日全球经济观察报告。这份报告汇集了全球经济、政治、社会的关键信息，被视为投资界的情报圣经，只有少数顶级客户和合作伙伴才能看到。达里奥正是依靠这套信息系统，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就预判了危机的到来，提前做好了防御部署，而普通投资者直到雷曼兄弟倒闭才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为时已晚。咱普通人看财经新闻，大多就是看个热闹，今天哪个股票涨了，明天哪个行业有政策利好，就跟着激动一下。可富豪们不一样，他们看问题的角度那叫一个刁钻。就说房地产吧，普通人可能就盯着房价涨跌，听专家分析政策对房价的影响，但贝莱德集团的房地产分析师会研究城市的夜间灯光数据和垃圾处理量。为什么？因为这些数据能真实反映一个区域的实际居住情况和经济活跃度。通过这些非常规数据，他们能提前判断哪些区域正在兴起，哪些区域正在衰退，从而做出精准的投资决策。又比如大宗商品交易，
普通投资者可能关注的是原油价格的日常波动，但像佳能可这样的大宗商品巨头会通过卫星图像实时监控全球主要油轮的运行轨迹和装载情况，甚至能看到主要产油国的储油设施存量变化。这些信息让他们能够提前预估预判原油供求端的价格波动情况。以高盛集团影响6个研究者，在统计中，机构投资者平均比散户提前7万8分钟获得更好信息，并不只是从交易和12至18分钟在高频交易时，足以决定油区的天的就拿2020年3月的原油交易量，在沙特和伊朗的石油价格上均值，同时新能源交易商也纷纷给西方主要对自己航行货品的价格提前做空了原油期货。当消息公开后，原油价格应声暴跌，这些交易商轻松获利数十亿美元，而普通投资者看到新闻时，市场已经完成了大幅调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能源股腰斩。在房地产市场也是如此。2021年恒大集团债务危机爆发前，多家国际对冲基金已经通过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渠道获取了恒大的真实债务状况，并大举做空了相关债券和股票。当危机公开后，这些基金已经获利了结，而普通投资者才刚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损失惨重。现在的互联网大数据可把咱们普通人坑得不轻。你平时喜欢看什么，平台就给你推送什么。比如说你经常在网上看一些股票分析，那你的信息流里就全是各种股票推荐和技术分析。久而久之，你就陷入了这个数据茧房，只看到自己想看的，对市场的全局认识越来越片面。就拿2021年的散户革命来说，当时 Reddit 论坛上的散户联合起来逼空 GameStop 股票，一时间风头无两。很多普通投资者被这种打败华尔街的叙事吸引，纷纷跟风买入。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这场所谓的散户革命背后，一些顶级对冲基金早已洞察了这一趋势，并悄悄转换立场，从做空变为做多。当散户们以为自己在对抗华尔街时，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大资金的接盘侠。最终 GameStop 股价从483美元暴跌至40美元，无数散户血本无归，而那些掌握信息优势的机构早已安全撤离。咱们普通人的社交圈子大多就是同事、同学、亲戚，这些大家的收入水平、认知层次都差不多，能交流的信息也很有限。麦肯锡的一项研究发现，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下的群体，他们日常交流中获取的有效财富信息和年收入10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重合度不到15%。比如说，你身边的朋友都是普通上班族，大家聚在一起，聊的可能就是哪个基金最近表现不错，哪只股票有潜力。而那些超级富豪的圈子里，可能正在讨论下一个10年哪个新兴技术将重塑全球产业链，哪个区域将成为新的地缘政治热点。你长期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根本接触不到这些高维度的信息，财富嗅觉自然就越来越迟钝。认知延迟在投资领域那可是致命的。就拿特斯拉来说，有研究统计，从特斯拉公布季度交付数据到普通投资者真正理解这些数据对公司估值的影响，并据此调整投资组合，平均需要2至3周的时间。在这期间，特斯拉股价可能已经完成了一轮大幅调整。比如说2020年第3季度特斯拉交付数据超预期，但因为数据解读需要专业知识，普通投资者没能立即理解其积极意义。等他们反应过来想要买入时，股价已经上涨了30%以上。这就是认知延迟带来的财富损失。在新兴技术领域也是如此。2017年初区块链技术刚兴起时，普通人还在好奇比特币是什么，而硅谷的风投机构已经完成了对核心区块链项目的早期投资。
等到2017年底加密货币大热，普通投资者蜂拥而入时，早期投资者已经获利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这种认知差距直接转化为了巨大的财富差距。咱们普通人在面对财富决策的时候，太容易被情绪左右了。2020年3月全球股市暴跌时，恐慌情绪席卷全球，普通投资者纷纷割肉离场，而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政府养老基金却在此时大举买入全球优质资产。基金经理尼古拉斯·泰勒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表示，市场恐慌正是我们布局的最佳时机，因为我们有更全面的数据支持我们的决策。果然，随后的1年里，全球股市强劲反弹，挪威养老基金因此获利超过1800亿美元，而那些在恐慌中卖出的普通投资者却错过了这轮历史性的反弹。还有一些人看到别人在某个投资项目里赚了钱，自己也不管3七21，跟风冲进去，根本不考虑其中的风险。比如说2021年的 NFT 热潮，很多人被一夜暴富的故事冲昏头脑，重金购买数字艺术品，结果到了2022年 NFT 市场崩溃，大部分作品贬值超过 90%， 这都是情绪化决策的典型表现，让我们的财富嗅觉完全失灵，做出错误的财富决策。而那些顶级富豪呢？他们的决策往往建立在冷静分析和前瞻性判断的基础上。2021年 NFT 市场火爆时，传奇投资人彼得·蒂尔就曾在私人晚宴上表示， NFT 热潮背后是流动性泛滥的结果，而非真正的价值创造。他的基金在 NFT 最火的时候反而减持了相关资产，转而布局了实体经济中的稀缺资源，比如稀土矿产和先进制造业。结果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再看看巴菲特，2022年初加密货币市场崩溃前，他就在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上明确表示，加密货币本质上不是生产性资产，不会创造实际价值。当时很多人嘲笑他不懂新技术，结果不到半年 FTX 崩盘，比特币暴跌，那些嘲笑巴菲特的人损失惨重。这种判断力的差距不仅仅来自经验，更来自于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的巨大鸿沟。2022年 FTX 崩盘前2个月，高盛集团的风控团队就已经通过内部渠道发现了 FTX 资产负债表的异常，悄悄减少了与其的业务往来。而普通投资者直到最后一刻，还在被币圈未来的故事所迷惑，继续投入资金。在全球供应链领域也是如此。2021年全球芯片短缺危机爆发前，台积电的大客户英特尔和苹果早在2020年中就通过供应链预警系统发现了潜在的产能紧张问题，提前锁定了大量产能。而那些没有信息优势的中小企业，等到危机真正爆发时，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生产线因缺芯停工，损失惨重。这种信息差在大宗商品市场尤为明显。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前，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交易商佳能可已经通过其在东欧的情报网络，预判到了地缘政治风险的升级，提前在能源和农产品市场布局。当冲突真正爆发，能源和粮食价格暴涨时，佳能可已经锁定了巨额利润，而普通投资者只能被动接受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更令人震惊的是，在2023年初以色列哈马斯冲突爆发前，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挪威政府养老基金就已经减持了中东地区的敏感资产，转而增持了防御性行业的股票。当冲突爆发导致市场动荡时，他们的投资组合表现出色。这种操作背后是他们通过专业的地缘政治分析团队提前获取的风险评估报告。这些报告综合了卫星图像分析、社交媒体情绪监测以及地区专家的深度访谈，形成了普通投资者无法企及的信息优势。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咱们普通人也能想办法获取一些高端的信息。
比如说，你可以通过一些专业的卫星图像分析平台，如 Planet Labs 或 Orbital Insight，查看全球各地的商业布局和活动。这些平台提供的数据可以帮你监测港口吞吐量、油田活动，甚至农作物生长状况。这些都是传统财经媒体很少关注的领域。要是你想投资房地产，可以利用谷歌地球的历史影像功能，观察某个城市特定区域几年来的变化，看看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商业中心扩张情况，从而判断这个区域未来的发展潜力。这些工具虽然不如富豪们的专属卫星，但也能提供不少有价值的信息。还有全球海运实时追踪平台，如 Marine Traffic 或 Vessel Finder。通过这些平台，你能知道各种货物的运输情况，了解不同行业的供需关系。比如你关注农产品行业，看到大量粮食运往某个地区，就可以推测这个地区对粮食的需求大，相关农产品价格可能会上涨，也许就能找到一些投资机会。社交媒体也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但要学会筛选。Twitter 上有很多行业专家和内部人士，他们经常分享一些独到见解。比如特斯拉的供应链专家可能会分享电池技术的最新进展，这些信息对投资电动车产业链很有价值。关键是要找到真正的专业人士，而不是那些只会喊口号的网红。虽然咱们接触不到那些超级富豪，但可以想办法拓展自己的人脉圈子。比如说，你可以关注一些行业的白皮书和研究报告，这些报告的作者往往都是行业内的专家。你通过邮件或者社交媒体联系他们，和他们交流请教问题，说不定就能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行业内幕信息。另外，多去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和行业论坛，很多政策智库的研究员和行业领袖会在这些会议上发言。你主动和他们交流，建立联系，了解政策的走向和行业的趋势，这些人脉关系说不定哪天就能给你带来财富机会。记住，不要怕自己身份低微，只要你真诚交流，有求知欲，很多人还是愿意和你分享的。我有个朋友，原本只是一家小公司的普通员工，但他特别喜欢研究新能源技术，经常在 LinkedIn 上与行业专家交流。慢慢的，他建立了自己的专业人脉网络，获取了很多一手信息，最终凭借这些信息优势，在新能源投资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里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地缘政治分析公式：地缘政治风险加资源稀缺性等于投资机会。比如说，某个地区政治局势不稳定，但是这个地区有丰富的稀有金属资源，这时候你就可以分析，政治动荡可能会影响这些金属的生产和出口，导致供应减少，价格上涨。那你就可以考虑投资和这些金属相关的产业，或者购买相关期货。就拿2022年俄乌冲突来说，冲突爆发后，俄罗斯作为全球最大的钯金生产国之一，其钯金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导致钯金价格大幅上涨。那些提前研究地缘政治风险的投资者，早在冲突爆发前就布局了钯金相关资产，获得了丰厚回报。再给大家一个实操模板，当你看到某个国家出台了一项新的产业政策，你就可以按照这个模板来分析：一、这项政策会直接扶持哪些行业；二、会间接受益的上下游产业有哪些；三、会受到限制或打击的行业是什么；四、这些行业中哪些公司最具竞争力；五、政策执行的时间表和力度如何。通过这样的系统分析，你就能比大多数人更早地发现投资机会。比如2020年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很多人只关注了新能源发电行业，但真正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通过深入分析发现，能源存储和智能电网领域才是真正的长期受益者。因为可再生能源的不稳定性必然带来对储能技术的巨大需求，那些提前布局储能技术的投资者，在随后2年获得了超额回报。咱们还要学会给自己的信息接收设个滤网。
首先看到一条信息，先问自己这条信息是谁发布的，发布者有什么目的。比如说，一条宣传某个理财产品高收益的信息，发布者很可能就是想让你买这个产品，他可能夸大了收益，隐瞒了风险。其次，要学会交叉验证信息，不要只看一个来源，尽量找多个不同立场的信息源，比较他们的观点，找出共同点和差异，这样才能更接近事实的真相。然后建立自己的逆共识信息库，当大家都在说某个行业不行的时候，你去深入研究一下，说不定能发现被大家忽略的机会。比如说2020年疫情期间，大家都说实体零售完蛋了，但有些投资者深入研究后发现，社区生鲜超市这种传统零售的细分领域，反而因为宅经济而迎来了新机遇，于是抓住机会投资了这个领域，获得了不错的回报。再比如2022年科技股大跌时，市场一片悲观，但一些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通过研究企业的现金流和核心技术壁垒，发现了一些被错杀的优质公司，在低位建仓，等到2023年科技股反弹，获得了可观的收益。通过这样的训练，咱们就能逐渐摆脱情绪化干扰，提升自己的财富嗅觉。除了获取信息，如何处理和分析信息也很关键。建议大家学习一些基本的数据分析方法，比如趋势分析、相关性分析等。现在有很多免费的在线课程和工具，可以帮助你提升这方面的能力。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是建立自己的投资日志，记录每一次投资决策的依据和结果，定期回顾和总结，看看哪些判断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错在哪里。这样长期坚持，你的决策能力就会不断提升。信息的获取与处理能力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财富分配的核心驱动力。顶级富豪们凭借其强大的人脉网络、专业的数据分析团队和前瞻性的认知模型，在财富游戏中占据了压倒性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普通人只能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恰恰相反，随着科技的民主化和信息渠道的多元化，我们也有机会打破这种信息垄断。通过有意识地拓展人脉圈层，学习专业的数据分析方法，培养逆向思维能力，我们同样可以在这个时代抓住属于自己的财富机会。分享几个实用的信息获取渠道：一、彭博社和金融时报的免费文章，虽然全部内容需要付费订阅，但他们的免费文章也很有价值。二、各大投行的研究报告摘要，虽然完整报告需要付费，但摘要中也能获取核心观点。三、行业协会的公开数据，这些数据往往比商业数据库更新更准确。四、上市公司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这些记录通常是免费的，包含了很多行业内部的见解。五、政府部门的公开数据，如统计局、央行等发布的经济数据，这些是完全免费且权威的信息源。记住，财富的本质不是金钱的积累，而是对未来的正确预判。当你能够比大多数人更早地感知变化，更准确地理解趋势，你就已经在财富游戏中占据了先机。